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大家好，我是舅舅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舅舅要给嘟嘟做金瓜芋泥。金瓜芋泥没吃过，吃了你会欲罢不能。真的？那快。好的，首先备好一个泰国香芋，去皮后清洗干净，净重550克。一定要用泰国芋头吗？一般芋头也行，可是泰国香芋比较香，蒸熟后更加绵密。价格上相差多吗？多，价格有时会相差1倍。哇塞！接着将切成薄片的芋头，大火蒸20分钟。等待中，取出重65克白果1包，分量多或少一些都没有关系，这是半成品，比较方便，只要用刀子划一刀，再用刀尖将白果芽剔除即可。小心呀，用牙签会安全些。没事，舅舅图个方便。这牙不剔掉会苦。对，白果含有少量的氰化物，尽可能不要长期摄取或大量生吃，以免中毒，尤其是你。我怎么了？小屁孩。小孩是吗？吓我一跳。锅内倒入500毫升清水，将洗净、沥干水分后的白果加入，再加入2片斑斓叶、2大匙褐糖，接着大火煮熟，过程约10至15分钟。将煮熟的白果捞起，接着勺入适量的糖水，糖水没过白果，浸泡待用。10个红枣，清洗干净后加入，选用去核后的红枣，方便食用。煮约10分钟后离火。继续浸泡，待凉备用。舅舅，芋头蒸熟了。好的，马上来。哇，很香呀！这是香芋的效果。蒸熟后的芋头，用叉子趁热捣成泥状。这能用搅拌机吗？不需要，因为不加水，搅拌机不容易搅拌。有人会担心用叉子捣了不够细，其实如果芋头足够酥松，捣一捣，再加上后续拌炒，就会非常绵密了。在开始拌炒芋泥前，先将葱油备好，将约80克食用油倒入锅内，加入60克小红葱片，中火爆香。这油葱酥用吗？这油葱酥保留，日常其他料理可用。今天这芋泥食谱只要这沥过的葱油。明白。原货不需清洗，将芋泥倒入。此刻炉火不开，过程会有点粘黏，记得选用不粘锅。将40克预先备好的猪油加入，接着开中低火慢炒。少量的猪油可添加一点古早味，成品也会更绵密、更香。但切记适量就好，量多了会腻。对，物极必反。哎呦，你很会哦！将沥过的葱油分次加入，在每次葱油完全被吸收后，再次加入。舅舅前后加了3次，共60克。舅舅，好香呀！对呀。猪油再加上葱油就有这效果。如素的朋友可以将全部用油换成100毫升花生油，这样大家都可以享用了。是的，如素的叔叔阿姨可以试着做哦。接着将180克糖分次加入，今天舅舅选用褐糖，一般白糖也可以，因为糖用量较多，尽量选用质量较好的。芋泥属甜品，必须一定甜度才足够美味，偶尔试试没什么问题，千万不要过量摄取。奶奶说过，什么都吃一点，
才会饮食均衡。话是没错，可是糖真的不是好东西，能少吃就尽量少吃。在每次糖拌匀后，再次加入，这样除了方便炒拌，也容易拿捏自己能接受的甜度。不够甜可以再加。对，糖多了就很难处理了。煎中可以试个味，感觉有点不够甜，此时还可添加。接着继续拌炒至芋泥抱团，就能离火上锅。整个拌炒过程约30分钟。拌炒匀后的芋泥很绵密，所以不用搅拌机，真的没有关系。离火待用。取出约200克金瓜，切段，每段长度与碗的高度一样。今天舅舅用的大公鸡碗，高度约7公分。将切成约2毫米薄片的金瓜，大火蒸软，过程约8至10分钟，小心火候，金瓜不能蒸熟，蒸熟的金瓜变成泥状，后续就不能再用，此部分还敬请特别关注。将碗内部垫上一层保鲜膜防粘，必须要选用耐高温保鲜膜。一般普通保鲜膜含有双酚 A， 高温下会溶解，有损健康。将沥干水分的红枣、白果与蒸软后的金瓜，可按着自己喜欢的造型摆设，大家可以自由发挥，创意天马行空，只要自己开心喜欢都行。接着将芋泥分次勺入，边勺入边按时，动作要轻，才能避免造型走样。将芋泥表面整平，再将金瓜修齐。舅舅，这样处理很浪费食材。放心，嘟嘟，外婆常说，做人要懂得惜福，再造福。舅舅一点也不浪费。你看舅舅怎样处理剩余的食材，这些金瓜片可铺在表层。这样处理真好，外婆真是教子有方。怎么舅舅感觉你在赞你妈？哎呀，想多了。接着将事先预留长度的保鲜膜裹上，这样的处理特别好。这除了防粘，也比较卫生，保鲜外还容易冷藏。再用个平底盘，将芋泥稍微按至紧实。一个完整的芋泥初步完成，可以这样冰箱冷藏3天，如果冷冻可以长达2个月。这样很方便，想吃就有。是的，想吃的时候，冰箱里取出，大火重蒸20分钟至热，即可享用。哇，好了好了，好期待！待芋泥稍微降温后，掀开覆盖在表面的保鲜膜，倒扣在盘上，底部多余的金瓜巧妙隐藏，看不出。
可以将剩余的白果对半切开，另加点缀，让整个芋泥更有立体感。漂亮极了，很高级。再次蒸热的芋泥更加细滑、绵密，香气逼人。舅舅受不了了，这也太诱人了。好的，先给嘟嘟尝一口，吃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。芋泥即使很烫也不会冒烟，往往让人不以为意，大口吃下特别容易烫嘴。谢谢舅舅提醒。好吃吗？很好吃，特别香，很顺滑，感觉像热的雪糕，又咪咪。舅舅有同感。趁着佳节来临，预先准备一个，不管是宴客或者一家人围着吃，特别有气氛。对啦，这么好看好吃，这个可以。谢谢大家陪伴，我们很快再见。谢谢大家。Goodbye。